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38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主要是在聚焦东吴内部呢，他们依旧还是在争论是战是和。那在上一集的内容当中，我们也有提到过，东吴当中有所谓的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肃，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张昭。那这个时候呢，东吴的决策者也就是孙权，他就要开始做决定啦。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是要主要聚焦在孙权这个角色到底是何方神圣喽。好，那我们讲历史上的孙权之前，我想先问叉叉 Y，你对孙权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印象？除了这个电视剧之外啦，我对孙权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形象主要是出现在《赤壁》这个电影当中，由张震所饰演的孙权这个角色。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张震在这部片子里面呢，他有很多的内心挣扎的戏份我觉得他当中的这些挣扎呢，主要是来自于呢，他的爸爸很厉害，孙坚嘛，他的哥哥孙策也很厉害，哇，那他这个人呢，很年轻就接了这个重责大任在他身上，这个是压力山大的状态所以我对孙权这个角色的印象不外乎就是压力很大，压力很大，还是压力很大。OK， 了解了解。你刚刚提到一点，我觉得其实演得非常真实，就是孙权他有一个威名在外的爸爸。你想看孙坚当年杀的董卓落荒而逃，对不对？是啊。好，非常年轻的一位将军。孙策更厉害，20几岁就率领少数兵马，竟然就征服了江东地区，对不对？那本来有这么强的爸爸，有这么强的哥哥，应该是人生当中很幸运的事情。谁知道爸爸怎么样？早死。哥哥怎么样？也早死。而且这两个人早死，其实都跟他们个性有关系，就是非常的刚烈非常的冲动结果一个就死于战场当中的伏兵，一个就死于战场以外的伏兵。哇，这个结局都不是太好所以呢，孙权后来之后被迫在很年轻的状态下开始执掌东吴政权。那当然，正常人都会觉得说，怎么就突然到我身上呢？压力当然会很大啦。但是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孙权本人也是天才少年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孙权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他是在东汉光和5年，大概就是西元182年的时候出生。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很快就遇到爸爸早死嘛，对不对？哥哥就开始经过一番努力的养精蓄锐之后，开始远征江东。那在孙策远征江东的时候，孙权其实就有加入到孙策的军事会议当中。很多时候孙权提出来一些意见，哇，孙策整个人嘎掉，我就想说，小子这么年轻，怎么你出的主意连我都比不上？顺带一提，当时孙权几岁呢？估计年龄不到15岁。大概是国中的年纪吧。你能想象一个国中生参加军事会议？对然后面对的还是孙策这个能征善战的大哥。这个大哥竟然会说：“天哪，你好多主意是我想不到的。”后来孙策甚至器重孙权到什么地步？他有一次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就跟孙权讲说：“看看你眼前这些部将，以后他们也是你的部将。”什么意思？就是孙策觉得说：“孙权，好好接着干，累积实力，未来大哥会有更多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那孙策既然想要重用孙权嘛，也真的给他机会。当时呢，孙策就曾经命令孙权说：“你去远征我们的敌人庐江太守刘勋。”在这场战役当中呢，孙权建立了一些功劳。接下来，孙策又开始去攻打江夏的黄祖，孙权又有随军出战，又建设了一批功劳。那个时候的孙权还不到19岁已经2度在战场当中建功了。而且你说他是不是都是坐镇后方就说什么部下你往前去冲之类的？没有有一次孙权奉命要治理一个地方，管辖当地的治安，结果呢，他在率领少数兵马的时候，居然被当地的强盗团团包围。那个时候状态已经危急到什么地步？就是孙权自己也必须拿兵器来进行作战，然后护卫孙权的人叫做周泰，连续被创伤好几处。后来周泰甚至伤重，陷入到昏迷状态，你就知道那个场景是非常非常的危急的。所以孙权他是19岁不到年纪就真的上过战场，而且是亲临
临前线，他的刀是有见过血的那种人。那本来嘛，继续在哥哥的底下好好干，然后累积经验值啊，谁知道就是在19岁这年，孙策遇刺身亡。于是19岁的孙权就必须领导整个江东集团，继续在乱世当中生存。等一下，19岁大概是我们大学2年级的年纪，大1或大2的年纪嘛。是啊。你能想想看，这个压力超级大吗？是啊。你就换个现代一点比喻，就怎么样？今天就是有个19岁年纪人，突然老爸死了，老哥死了，然后就有人告诉你说，哎，你家的商业必须有人来继承啊。于是你几百名比你年纪还要大的员工就会说，哎，少主，你赶快下令决策啊！敌对的公司正在抢走我们的方案，你要抢回来啊！是你压力大不大？超大。那我到底要听谁的啊？对啊，这种状况不要讲19岁了，39岁的人可能压力都受不了。不过呢，虽然孙权的确有短时间之内就是开始一直哭，就说哥哥你怎么就这样子死了，好难过，天啊，哥哥你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我，我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在张昭那集就有提到，张昭就说哭屁呀，对，你应该赶快振作起来，你才对得起你哥哥还有你爸爸的在天之灵。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孙权，你听到有个长辈这样斥责你说哭屁啊，赶快振作起来啊，你有什么想法？不知道，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应该会哭得更大声吧。对，就是我都已经那么辛苦了，你还要这样子念我，哎呀，骂屁骂。对啊，又不是你死了我爸，是我死了我爸，死了我哥，对不对？是啊。但是孙权的反应怎么样？立刻真的就振作起来。哇，果然孙策没有看错人哈。好了，那开始执掌东吴政权的时候，孙权又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呢？首先，当时就是因为孙策猝死，孙家自己就有人想要反叛了。那是孙家的成员叫做孙府，其实算是孙权的长辈啊。他就觉得说，哎呀，就凭着孙权这个毛头小子，能够管理什么事情呢？所以孙府就有意要投靠曹操。结果呢，他与曹操之间的通信就被孙权给截获了。那孙权拿到这封信之后，什么反应呢？就把孙府叫过来说，哎呀，这个有事情想要问你啊，你是不是跟曹操那边有所联系呢？孙府当然一开始就否认说，没有这回事情哈。这个时候孙权就拿出信来说，证据都在我手中了啊，你还不承认吗？对不对？到最后孙权是什么态度？就是来人呐，把他的部下全部给我杀了。为什么不直接杀孙府？毕竟那是长辈嘛，对不对？杀了之后名声多难听啊！所以手下你们没有尽好督责的责任，全部给我杀了。那至于孙府你呢？不好意思，你给我搬迁到其他地方去，我派人专门看着你，你以后就不要想要再跟曹操联系了。所以这个本来可能会是割裂整个孙家集团的叛乱，就提前先被孙权给遏制住了。不只是孙家内部想要叛乱，当时有一个本来是被孙策册封的庐江太守，名字叫做李肃。那这个李肃呢，一听到孙策死了之后，立刻也表示说，哎呀，孙策都死了，江东集团还有什么前途啊？我要投靠曹操。哇，孙权一听就紧张了，为什么？因为庐江这个地方算是孙权他日后还要往北方发展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就这么丢了以后孙家可能都只能扼守在长江以南的地区，战略会陷入完全的被动状态。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此时孙权的第一个动作是写信告诉曹操说，我告诉你啊，李肃这个人名声很难听的如果曹公你去帮李肃呢，这个天下人都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跟这种货色为伍呢？对不对？所以啊，如果李肃要主动跟你联系，我建议你最好是不要理他，就是先跟曹操说李肃的坏话，然后接下来赶快率领部队去包围李肃所在的城市。那李肃其实这个人也很刚，就是哎呀，我被孙权包围了啊，我现在才突然投降，你不觉得事情已经太晚了吗？对不对？你有可能会被一刀宰了嘛，对不对？赶快求援，我本来就有意投靠曹操，所以李肃就写信向曹操求援说，赶快来救我啊，曹公。然后曹操的反应是，这个人还是不要理他算了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像是有时候你去求职啊，然后对面的面试官就说你不错你不错，然后事后呢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的前公司老板说，请问一下这个人如何？然后你的前公司就说这个人不行然后最后你就去问说，我到底可不可以去新公司呢？然后新公司就说，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联系看看我们再联络所以其实三国真的很多时候很像是对应到现代职场当中，我觉得很贴切。当然啦，我猜曹操他之所以拒绝李肃，
孙权的离间计或许是其中之一。当然，第二个原因是，哎呀，老兄，你没被包围之前，我去救你还有机会啊！你现在都被包围了啊，我才去救你，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对，所以算了啊，反正事情没成功，我也没损失啊，我也没有必要因此直接跟孙权全面开战啊。可能当时的曹操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开战的打算，因此就是有一种就是李肃来求援啊，他去死好了，关我屁事，这种感觉没救了这样。对，你不要以为投靠新老板，老板就一定会器重你对。那除了镇压这些叛乱事件之外，孙权也积极打造自己的人才团队。那在孙权时期，加入到孙家集团的人包含有鲁肃、陆逊、徐盛、诸葛瑾、顾雍。那这几个人是谁呢？鲁肃我们提过嘛，就是提出过踏上策，就告诉孙权说，曹操是不可以违背的，你应该怎么样？先攻打荆州，再攻打益州，二分天下，到时候才跟曹操对决的战略规划大师。那陆逊是谁呢？以后我们会提到，陆逊可以算是后来孙权最倚仗的军事帅才。那徐盛是谁呢？徐盛也算是后来镇守在长江下游地区，孙权非常倚仗的一个东吴的武将。诸葛瑾，孙权后来的大将军，虽然说这个人常打败仗，不过这个大将军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很会跟人家相处。每一次可能一些军事将领难免脾气比较刚烈嘛，就会说谁要听你的对，可能还没打敌人之前内部就吵成一团，但只要有诸葛瑾在，大家都觉得说有诸葛瑾协调，行大家彼此给彼此一个脸面或是意见。所以诸葛瑾是属于那种你叫他打仗不行，但是你叫他团结内部，融合整个团队，他是一把好手的那种人。那最后顾雍呢？顾雍是孙权任命的丞相，也就是整个文官之首，所以可见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东吴集团的重要人才。而且请注意陆逊、顾雍他们有个身份，什么身份呢？他们是江东本地的人才。为什么我说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显示孙权跟孙策执政方针的不一样。还记得孙策是怎么死的吗？孙策他虽然成功的打下了江东地区，但他对待江东地区的人才是非常非常苛刻的，所以才会制造一些仇家嘛。对啊，像那个吴郡太守许贡嘛，就是直接被孙策给弄死的，也才导致了许贡的门客化妆成为这个打猎的士兵，然后暗杀了孙策嘛，对不对？所以可见孙策虽然征服了江东，但跟江东本地人才关系很紧张。而孙权怎么样呢？他即位之后，虽然不像他的老哥孙策霸气外露，但是他团结了江东内部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为后来东吴政权长久的运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也算是孙权他优于孙策的一个地方。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提到现在，孙权就是一个很会稳定内部的人嘛，对不对？不止。为什么会说不止呢？孙权在稳定了内部各方势力之后，接下来就展开一个对外扩张行动，对象是谁？荆州的黄祖。还记得鲁肃提到的战略吗？就是你要先打下荆州啊。那打荆州第一个要打的是谁？就是镇守在江夏的黄祖。顺带提，这个黄祖其实还跟孙家有一点仇恨关系，所以孙权就想说，站在公众的角度，我要扩展我们孙家集团未来的战略空间嘛，对不对？站在私人角度，当年我老爸死，你黄祖也得负一部分的责任于公于私，不好意思，黄祖你可以洗啊对，所以孙权后来多次率兵去攻打黄祖，最终就把黄祖给斩杀。当时的孙权年纪大概是26岁这个也是社会新鲜人的年纪啊。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社会新鲜人，他才刚投入职场没过多久，他就告诉你说，我拿到一个价值1000万的 offer， 这是我为公司谈成的一笔利润，其实非常的了不起嘞。你就想想看，孙权接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一个对于江东当地人心也非常浮动的一个状态。可是他接班7年之后，对内解除了江东集团跟孙家之间的恩怨，对外击败了荆州的黄祖。估计要不是后来曹操攻打刘表，其实可能更早攻打刘表的就是这个孙权，也有可能孙权后来就真的吞并下来整个荆州也不一定。所以说回来，虽然说好像在很多影视剧当中，赤壁之战前的孙权就给人一种就是你很
很嫩啊，对你很年轻啊，好显得非常非常恐慌啊。废话，曹操几十万军队能不恐慌吗？那对比曹操也的确年轻，为什么？因为赤壁之战时候的曹操大约已经是53岁了，他比孙权都还大1倍以上的年纪。是啊，而且你想想看，曹操是什么人？他是打赢过官渡之战，打赢过吕布，曾经多次以少胜多的一名成功的军事家。遇到这种人啊，你不害怕吗？任何人都会害怕。所以不要小看孙权，虽然他很年轻，但比起同年龄人来讲，他已经做到很多很多的成就了。好，我们听完金老师讲解这么多有关于孙权在掌权前跟掌权之后他所有的历练，总归一句话就是说，他并不会像是电视剧或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描述孙权他就是一个嫩咖，他就是一个经验值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年轻少主，他其实已经历练过很多了。那我相信啊，电视剧应该是为了要缩短篇幅就浓缩成诸葛亮他在东吴当中游说的一轮之后呢，孙权他最后拿了一把刀，然后在众臣面前呢砍下了他的桌角。这个的名场面呢，我相信在不管是这出电视剧还是在其他的改编作品当中都有出现。那这个的描述它是符合史实的吗？那在XXY 看来，比较像是孙权被诸葛亮激怒之后才做出砍桌角这件事情。对。先说砍桌角历史上有没有发生呢？答案是有，但是说服孙权的关键人物并不是诸葛亮，其实是2个人，一个是鲁肃。当时主战派跟主和派大家都吵很凶嘛，对不对？那吵到最后，就是孙权有一度觉得说好烦哦，他就走到他自己的算是比较内室的地方。简单讲就是对外有办公室嘛，那对内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嘛，那这个生活空间就称之为内室。鲁肃因为跟孙权私人关系很好，就追到里面去。然后呢，这个时候鲁肃就跟孙权讲说，所有人都可以投降，就你孙权不能投降。那孙权就说为什么？鲁肃说，我投降，我本来是你的员工嘛，那我投降曹操，我就是曹操的员工，我的身份是没有变的，甚至我可能升职加薪。可是你要想想看，孙权，你是江东集团的老板，如果你今天投靠了曹操，你就变成曹操的员工啊，你的降级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所有人都在喊着投降，就只有你孙权，你如果真心为你自己的利益考量的话，你千万不能做这个决定。好，当时孙权就感叹说，唉，张昭太令我失望了，只有你鲁肃为我着想，醍醐灌顶啊！对啊，所有人是员工变员工，我老板变员工，这像话吗？对不对？当然啦，在军事上，其实孙权就想说，对，军事上是应该打，但是有打得赢的把握吗？就把当时的周瑜给找过来说，哎呀，你大概是我最器重的将军了哈，你看我哥当年也非常的重用你，你觉得我打得赢吗？周瑜就一番分析说，哎呀，依照现在这个曹操啊，兵虽然多，但是你看远道而来，又不擅长水战，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我只要有5万兵马，我就可以击败曹操。这个时候的孙权才终于拔剑而起，砍爆桌子，就说：今天谁敢再叫我投降，就像这个桌子一样。桌子表示关我屁事。是啊，桌子好衰。对，总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让孙权下定决心的是鲁肃还有周瑜，这比较合理嘛？你看鲁肃是谁？是你孙权的战略规划大师啊。周瑜是谁？是你孙权最器重的将军啊。这2个人才跟你有那个亲切感嘛。诸葛亮是谁？外面来的使者啊。结果诸葛亮说：我告诉你啊，你就应该去打啦，你没打我告诉你啊，我家主公刘备最有种，他虽然自己打都没有关系啊。突然孙权就爆气了，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砍桌角是有的，但关键人物不在诸葛亮。好，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我们介绍了有关于孙权，还有开战之前的孙权他到底做了哪些决策。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